大家好啊，我是戴红，好久没讲老虎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它哈？之前咱一直在讲关于老虎吃人的事情，其中查帕瓦特虎登场率奇高。今天咱聊点不一样的哈。其实，在智人的文化里，老虎除了恐怖的一面之外，还有很多充满正面寓意的衍生形象。而且由于它的魅力过大呀，还给老虎这种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带来了灭顶之灾。咱们来细细探究一下。在大约200万年前，最古老的老虎在我国北部和爪哇岛出现了。老虎如同一个横空出世的灭世魔王一般，在200万年间席卷了全亚洲，从土耳其东部到南亚南部，从外东北到东南亚，都遍布着虎的足迹。直到后来，恐怖直立猿出现了，人和虎仿佛是佐菲和巴顿一般，在亚洲大陆上亲切地打成了一片，关系十分亲密，那是相当的掏心掏肺呀。在不同的亚洲文化里，老虎通常被看作是美丽勇猛的象征。在我国文化里，老虎登场率非常高。在大约4万年前的石器时代，我国境内的岩石壁画非常丰富，其中不乏一些关于虎的创作。后来到了几千年前，我国古代的民俗文化对虎的形象有了更丰富的塑造，其中老虎象征着土地，有着辟邪攘灾、祈求丰收的寓意，和神龙往往成对出现，二者分别代表物质和精神。其实不仅仅是他俩哈，在当时有4大圣兽，虎龙凤龟如同4大天王一般，在我国的民间传说和艺术创作里经常出现。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老虎的一个别称大虫。由此可知，英雄联盟里的虚空恐惧科加斯其实是一头老虎。其实在古代古人用虫来泛指一切动物，把虫分成了5类：飞禽是羽虫，走兽是毛虫，龟背是甲虫，鱼蛇是鳞虫，人、青蛙和蚯蚓等是裸虫。很好理解哈，非常形象。而其中呢，羽虫之长是凤凰，鳞虫之长是神龙，走兽之长自然是老虎，甲虫之长不太清楚哈，应该是某种大龟。当然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现在一提甲虫之长，大家可能想到的是长脊大兜虫。在汉代时期，有些地方会把西王母描绘成有虎尾的女神仙。在我国西南部的一些民俗文化里，老虎被称作创世之神。在端午节，大家会在孩子的额头用雄黄画上王字，来祈求防止蛇咬和驱逐其他夏季疾病。其实在那个时候，虎还是被叫做老虎居多，是一直到了唐朝时期，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唐太祖李虎名字里有个虎字，大家为了避讳，于是把老虎叫做大虫。除了我国，在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里，老虎也是经常出现。在印度教里，有一位女神被称作南极母，代表着守护、力量、母性、毁灭和战争。传说中，她与恶魔力量做斗争，象征着善良战胜邪恶。南极母的坐骑正是一头老虎，而她最有名的一场战斗，正是击败了一个名叫摩西萨修罗的强大恶魔。据说呀，此魔甚至入侵了天界，赶走了神王因陀罗，连梵天也无法收复他。最后众神集合，从他们共同的力量中，南极母的形象浮现了出来。他使用着众神的各种武器和法器，和摩西萨修罗进行了一场昏天黑地的大战，最终将其消灭。我把这个神话传说描绘得如此详细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传说恶魔摩西萨修罗的形象是一个大水牛。老牛泪目了哈！我感到很好奇呀，为啥在印度文化里流牛很神圣，结果到水牛一反常态变得恐怖了呢？而老虎反而是正面形象，那么要不应该是老虎吃人比较多吗？有些不太好理解哈。作为一种配置近乎完美、适应亚洲丛林环境的全新出炉的顶级掠食者，老虎本该在这个时代大展拳脚，在地球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然而世事无常呀，如同在恐龙当道的时期，哺乳动物们的老祖先只能挖洞苟活一般，在老虎准备大肆发展的时期，迎头撞上了智人这个物种，属实是倒了血霉了。其实，在之前的几万年里，老虎凭借着极高的数值，还能和智人来一波激情互杀。直到后来，智人随着发育点亮了科技树，出了不少新装备。这下可彻底让老虎无语了。特别是老虎的外貌相当美丽，仿佛是华丽与力量感的完美结合。如此具有魅力的形象，也给它带来了灭顶之灾。在20世纪初，老虎大概有10万头左右，而短短100年后，野生老虎的数量仅剩下了几千头。在1892年到1917年间，沙皇俄国为了殖民中亚地区，现在在当地大力推行土地垦荒，而当地生活着李海虎，这无疑对沙俄的计划造成了巨大影响。于是沙俄军队奉命消灭了当地发现的几乎所有老虎，李海虎可能也因此灭绝。在英属印度时期，殖民者对狩猎的兴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。英国军官在个人日记、回忆录、照片中详细记录了狩猎事件。在1878年，
英国统治者颁布了森林法，这听起来是一个环保法案，但其实不是。这个法律使他们能够将森林地区视为狩猎场，为他们罪恶行为提供了便利。英国官方记录，在1878年间猎杀了1579只老虎，1882年间猎杀了1726只老虎。苏尔古贾大军在狩猎任务中杀死了1710只老虎。担任孟加拉省长的英国公务员乔治尤尔在其执政期间杀死了400多只老虎。1921年，敦沙公爵在1周内射杀了17只老虎。1911年，乔治5世国王在访问作为殖民地的印度时，在10天内射杀了39只老虎，其中1只在皇家阿尔伯特纪念堂博物馆展出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人与自然的冲突不断加深。我深知人的发展固然重要但这样残忍贪婪的猎杀行为，我仍然是十分厌恶且反对。同样是射杀老虎，有一位叫做吉姆科贝特的英国自然学家，他仅射杀那些有食人行为的虎，而且他射杀老虎是为了保护那些被虎残害的贫困山庄，为了保护那些食不果腹的村民，所以他能够被称为伟大的英雄。而那些为了一己私欲而且无差别大规模射杀虎的可恶殖民者们，他们低劣的品行将永远的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并让大家唾弃。在栖息地大量丧失，遭到大量捕猎之后，虎的处境自然变得非常危急。但是生活在虎的栖息地周围的村民们日子也不好过呀。在南亚的孙德尔本斯地区，每年有大约8000人需要进入其中采集树木、收集蜂蜜以及捕鱼。而在此地生活的老虎们，那可算是大饱口福了。每年大约都有100到150人被老虎吃掉。当地的相关部门对这种情况可谓是操碎了心呀。他们制作了很多模仿伐木工、采蜜人和渔民的通电假人来迷惑老虎，让老虎简直是杀疯了。后来显示，这些通电的假人也被老虎给袭击了。在1987年，相关部门想出了一个很复古的方法，他们购买了一批橡胶面具。由于老虎呀一般喜欢从背后发动攻击，所以他们让村民们把面具戴到头后方，理论上来说能避免被老虎捕杀。后来经过现实的考验，大家发现还是得相信古人的智慧，这个复古的方法效果是非常的好。当年戴面具的人没有一个被老虎击杀，然而悲剧的是，其中有些人短暂的摘下了面具，老虎就抓住了这个空隙时间，便杀死了29人，十分恐怖哈。传奇猎人吉姆科贝特曾分析过，其实人类对于老虎来说是一种陌生的食物，这些食人虎是在受到自身难以控制的环境压力之后，才迫不得已去捕食人类，导致老虎吃人的环境压力有90%是因为受伤，而10%是因为年老体衰。此话不假哈。正如当年那个吃了400多人的查巴瓦特虎，他正是受了枪伤，失去了几根牙齿，导致难以捕猎，日后才转而去捕杀人类。可见给老虎提供一些自然保护区，通过法律途径消灭偷猎行为，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老虎对当地村民的杀伤。关于老虎的相关介绍在这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就能点个3连加关注。我是戴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，加油吧大家！